兄弟们，又到了熬夜看最恐怖影片的时候了。今天依旧是美恐系列夺命网红故事，发生在小美身上。她呢是个坐拥几百万粉丝的旅游博主。今天呢，她来到了泰国游玩。本来男朋友小帅打算和她一起来，但是小帅临时有事爽约了，所以小美就孤身一人来了。虽说是大网红，但在泰国她也没什么认识的熟人。小美呢又是游山玩水的，这么一潇洒呢，肯定得发社交媒体账号。这么一发呢，又收获了一大批同城粉丝，但你这么一发呢，肯定会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盯上，毕竟人家一看你账号就知道你是自己一个人来的。这天晚上，小美一边喝美酒一边自拍，这时候旁边穿花衬衫的老头，咱们就叫他老头吧，老头主动向她搭讪了，说帮他拍照。小美委婉的拒绝了，老头这边得寸进尺了，一点一点越靠越近，老头就跟他尬聊，小美不好意思赶走他。这时候旁边的女孩看到了老头正在对小美不依不饶，便主动上前帮他解围，叫走了小美，俩人聊了起来。脸上有胎记的女孩，咱们就叫她翠花吧。翠花知道了小美是一个人来的，而且男朋友小帅的爽约让她很是不高兴。完事翠花说，这么的吧，我呢在泰国也待几年了，明天我陪你一起玩，我知道很多好玩的地方。就这么的，接下来的几天，翠花就带着小美开始潇洒了，玩得很愉快。不过很快就发生了意外。这天小美与翠花告了别，准备回自己的酒店时，刚走到门口，发现门被打开了。等进去一看啊，自己的东西让人偷了，里面包括最重要的护照、身份证啥的。完事翠花就找他说没事，我帮你报了警，警察很快就能调查出结果的。等到了第二天，翠花就带着小美办了个护照，不过呢得再等2周，而且还得去大使馆一趟，这就又跨越了一个城市。小美呢很不情愿，但也没法，而且翠花让其接下来的日子跟自己待着，小美也不好意思拒绝她的好意，只能接受了。到了晚上，小美呢把这件事告诉了小帅，并且还跟小帅提出了分手。接下来的2周里呢，俩人又是疯狂的潇洒。这天翠花带小美来到了一个孤岛上玩，到了晚上，俩人讲起了恐怖故事。翠花说呢，小美你明天醒来时会发现我开游艇走了，完事你被扔到了孤岛上，没有手机，没有食物和水什么的，你就会在这孤岛上渴死饿死，最后化作尸骨，也不会被人发现。很快到了第二天，没想到翠花把昨天说的都做了，她呢提前醒来拿走了小美的包，完事开游艇走了，给小美自己一个人丢岛上了。回去之后呢，她干了个什么事儿啊？她呢接管了小美的社交媒体账号了，同时小美呢这几天净孤玩了，账号也没怎么更新，小帅发的消息也是没回。为了不让粉丝担心，翠花特地买了个金色假发，完事就拍了很多照片，回去之后就通过这个 AI 把自己的脸换成小美的脸，并且把小美银行卡里的钱全都取出来了，继续给自己的别墅续租，最后一切安排的十分圆满。然后他把小美的照片贴在了墙上，与此同时还有4张不同的照片，显然小美已经不是第一个受害的网红了。随后翠花很快又锁定了一个在泰国游玩的网红，这个人叫金发。翠花根据他拍的照片很快就锁定了他的所在位置。不得不说，翠花真是老奸巨猾，先声称自己是金发的粉丝，主动向金发认识了认识。不过这回呢，跟金发说自己男朋友本来打算和他一块来玩，不过他爽约了，所以只能自己来了。他这意思是啥呢？金发你也是一个人来玩的，我呢也是一个人，不如咱俩一起玩，组个队，正好我也是你粉丝。随后翠花主动邀请金发来自己那套别墅居住，成功取得了金发信任后，接下来就是在一起玩几天，增加些感情。有一次呢，翠花趁金发不注意偷走了他的护照，然后等俩人来到别墅时，发现有人来过的痕迹。等进去这么一看啊，是小帅来了。他呢一看小美消息也不回，就有点担心小美的安全，就来了。然后他根据小美名下的资产找到了这栋别墅，完事问小美去哪儿了。翠花告诉他，小美已经去到另一座城市了，而且他都跟你分手了。不过小帅呢脸皮也是厚，硬是要在这待着，直到小美来。翠花一看不能让他待着，否则会打断我除掉金发的计划了。到了第二天，翠花使了个招，他呢用小美的手机给小帅打了个电话，完事用电脑 AI 软件克隆出了小美的声音，然后文字转语音就跟这个小帅说话，告诉小帅说咱俩呢分手了，你别再管我了。不过这个小帅呢还是死倔，愣是说要见面谈一谈。完事最后呢，小帅还是没走成，留了下来。然后接下来的日子里呢，小帅因为拍照技术比较好，他呢就开始代替小美给金发拍照了。其中两人在闲聊的过程中说到，自从小美认识翠花之后，她的护照和身份证都莫名其妙的被人偷了。金发这么一听啊，也难免有些怀疑翠花这个人绝对是有问题的，因为自己也遇到了同样的事。到了晚上，翠花看到小美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金发发来
来的。翠花一看呢，明白了，金发是想回别墅拿自己行李，完事偷摸的离开。翠花能让他走吗？正好刚进别墅就碰到了金发，金发呢也知道了这个翠花的目的，完事就想走，但是他能走得成功吗？最后翠花一高跟鞋让金发领了盒饭，把他的尸体装进了行李箱里。但是就在这时候，小帅呢回来了，问金发回来没。翠花说金发临时有事离开了，就这么的把小帅忽悠过去了。半夜翠花想叨了小帅，但是在客厅发现了小帅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他朋友发来的。此时翠花便放弃了杀小帅的想法，因为小帅的朋友知道他来泰国了，如果小帅失踪，他朋友肯定会报警。到了第二天，翠花改变了策略，他让小帅跟自己好，于是他呢用小美的手机发了个动态，上面写的是小美又找到了一个男朋友，然后他又勾引小帅，显然小帅对他不感兴趣。随后翠花又使了一计，在一杯酒里面放了一粒安眠药，递给小帅喝了。喝完后迷迷糊糊的小帅被翠花带回了家，翠花把他扔在了床上，随后又打开了一个气球，然后俩人就开始办正事了。等到了第二天，小帅醒来了，发现地上被用过的气球，也知道自己干什么事了，出轨了，自然是没脸见小美了。完事就让翠花送自己去坐船回国。看到小帅打算回国后，翠花心满意足了，随后把小美、金发、身份证、护照一烧，圆满结束了。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小帅没有走，而是去调查小美的下落去了。他先来到了小美之前居住过的酒店，拿着小美的照片问了问前台，前台说没有见过，这让小帅有些失落。这时候之前跟小美搭讪的那个老头过来了，他说他见过小美，小美呢跟一个脸上有胎记的人走了，就是翠花。接着小帅又说了，看小美拍的照片证明他前几天来过这里。老头一看，这明显不对呀，前些日子都是阴天，哪有太阳？小帅一听啊，难不成是 P 的？到了晚上，小帅打开了电脑，翻起了小美的社交媒体账号，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小帅打开了一个视频，一帧一帧的前进观看，其中有一帧就露出了马脚，小美的脸上有一块胎记。看到这儿，小帅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完事他就来到了翠花的别墅里，偷袭了她，给她绑了起来。小帅询问着翠花小美去哪儿了，翠花说我带你去找她。小帅也挺傻的，没有什么防备，翠花带他来到了一个码头边上，完事直接撞了上去，俩人一同掉入海中。最后翠花解决掉了小帅。过了一天，翠花准备把小帅的尸体扔到那个孤岛上，让这对情侣团聚。结果等到孤岛上一看，懵逼了，没有小美的尸体，难不成她还活着？完事翠花就拿着个铁锹四处逛，来到了一个悬崖边上，一个不注意让小美给偷袭了。最后小美给她扔在了孤岛上，自己则是开游艇离开了。电影到此结束。